关于天大事业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假如房贷利率高达8%，你还会买房吗？搁现在的中国百年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不会。可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即使房贷利率已经高达8%，美国人却依然在疯狂地涌入楼市。仿佛历史的轮回，10年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全民买房、6个钱包供养一栋房的盛况如今正在美国重演。随之而来的呢，则是一个巨大的地产泡沫正在积累，而它也将给世界金融体系乃至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自2022年3月美元开启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呢已经累计加息11次，累计加息幅度呢525个基点，美债利率也随之创下了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新高。很多人呢可能会好奇，这么高的利率为什么没有把美国经济带入崩盘呢？截至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仅有 3.8%， 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5%， 怎么看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奇怪了，加息之后经济陷入衰退才是常规国家的剧本，美国怎么不按剧本走呢？原因其实在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今年的美国楼市是太反常了。根据美国房贷数据中心显示呢，10月份美国30年房贷利率已经达到了 7.8%， 创下了2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可是这么高的房贷利率却并没有遏制住美国房价上涨的势头。今年1到7月份全美房价综合指数累计上涨 5.3%， 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值同比增长 2.6万亿美元。9月份呢，美国新建住房销量更是同比增长了 34%。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然而美国的 GDP 当中房地产占比更高。根据2021年的数据当年中国 GDP 中房地产占比是 6.8%， 其排名呢次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建筑业，位列第5。而金融业和建筑业又和房地产业联系紧密。相比之下呢，同一年美国房地产增加值是 2.65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是 11.5%， 这一数字几乎是中国的2倍。美国楼市如此的重要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崩盘能引爆2008年这么大范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它的景气也能给美国经济带来表面的繁荣。那么话说回来，按照经济学的常理房贷利率上涨了，买房需求就会变少，房价就会下跌。2022年的下半年，美国楼市呢也确实跌过一阵儿。可是今年美国房价却是顶着高昂的利率再次逆势上涨，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曲线，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大跌眼镜。为什么美国房价还能涨？这里面呢究竟隐含着哪些逻辑？经过深入调查之后百年呢将其总结为4个原因。首先就是美国人对于买房这件事的看法是彻底变了，房价永远涨的观念开始占据美国人的心头。疫情之后，美联储大放水，20年至21年2年，美国的房价呢上涨 40%， 上涨速度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房价这么个涨法，直接给了准备买房的美国年轻人一个资本主义震撼。10几年前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一批人还是学生，对于房价没什么概念。可是等到他们成家立业要买房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热得发烫的房地产市场。于是在这一群人眼里，房地产就不再是一个有风险的投资，而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就像10年前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当然了，美国不像咱们中国，房子还有婚姻、教育等附加的属性。可是你说美国年轻人有个性，不买房租房行不行？不好意思，也不行，因为房租也涨得太快了。根据美国房屋中介 Zillow 的统计呢，2022年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国的平均房租顶着高利率是逆势上涨 9%， 大城市的涨幅更是超过 10%。 房租涨得比工资还要快，让美国年轻人有一种被房东收割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还不如自己努努力上车买房。于是美国人买房的热情在今年又被重新点燃。但是想要买房，有一个客观的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房贷利率实在太高了，美国人也负担不起。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他们也有6个钱包。今年4月份，美国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研究发现，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中有1/3的购房者选择现金支付，也就是全款买房。这一比例达到了最近10年以来的最高。都说美国人不爱存钱，那全款购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和中国人一样，找爸妈借，也就是动用所谓的6个钱包。
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呢，在购买首套房的美国年轻人里，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在家人或者朋友帮助下才支付了首付。过去媒体们不是宣传说美国父母比较独立，不会帮助子女们买房吗？其实啊，全天下父母都是一般心。几十年前，美国父母们不帮助子女买房，是因为他们子女多，想帮也帮不过来。可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产家庭生育意愿下降，大多数的家庭啊就只有1个或者2个孩子之后，美国父母们也开始资助子女，就像独生子女时代的中国家长对孩子的帮衬一样。再加上呢，当前的美国爷爷奶奶辈儿们多出生于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他们在年轻工作的时候啊，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繁荣，小有储蓄，有退休金。所以呢，美国的年轻夫妇们拿着爸妈的退休金涌入楼市，就成为了今年美国楼市烈火烹油的第2个原因。而让美国人不得不买房的第3个原因，则是疫情。虽然今天的疫情看起来已经结束了，可是它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美国人的行为习惯。由于呢过去糟糕的防疫政策，多数的美国人啊是有过被一个人感染一栋楼的悲惨经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租住在密集的城市公寓或者公司宿舍，不如在郊区买一栋小房子，远离人群，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健康。再加上疫情之后呢，远程办公的潮流啊在美国出现，进一步呢提升了美国人的买房诉求。有研究呢就表明，远程工作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房价会跟着上涨0.9个百分点，对房租也有同等的提升效果。最后一个导致美国房价上涨的原因呢，则是国际资本的涌入。美联储加息之后呢，全球美元回流美国，资本呢必须找一个存储财富的载体，而相比于美股美债，投资房地产则是更好的抗通胀的手段。就连曾经说过房地产是一项糟糕投资的巴菲特老爷子，也在今年2季度花了8亿美元买入了全美最大3家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表示对美国的住宅市场整体看好。截至目前呢，美国楼市已经进入了一种有价无市的疯狂状态。一方面呢，买房的人着急上车，另一方面呢，愿意下车的人更少。从库存数据来说呢，截止7月底，美国共有43.7万户新屋待售，只需要7.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消化殆尽。这一去化的时长啊，是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库存非常低，供不应求，导致美国房价对房贷利率几乎脱敏。可是啊，我们都知道，加息都管不住房价，这种状态终归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历史上来看呢，我们的楼市在疯牛期间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例如2016年末，彼时的中国也是房价大涨，百城房价指数同比上涨19%，同时呢，有房者捂盘惜售，导致二手房挂牌量同比下跌60%，房地产市场是有价无市。再比如呢，次贷危机破灭前的200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是有价无市。所以啊，在今天美国楼市繁荣表现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泡沫在积累。可是你要说这个泡沫很快就会破灭，也不客观。毕竟啊，从历史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这么大的体量，运行是有惯性的。从疯牛转为冷静，再转为萧条和崩溃，至少还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呢，美国经济由于受到房地产的支撑，大概率呢表现得还不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迟迟不衰退。而不衰退的经济表象，也就给了美国精英们机会，让他们继续保持美元的高压态势，用加息和强势美元吸引世界资本，以求在美国地产泡沫最终破灭之前，率先引爆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给美国做垫背。比如说，美国最大的做空目标就是中国。面对美元高压和金融攻势，我们也是坚决反击。比如在外汇方面，央行进入外汇市场狙击人民币做空者，给人民币设定了7.3的心理底线。在风险防范方面，我们出台措施化解金融风险，遏制资本外流。比如有意资本外逃的许家印老板被抓了，至于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转移资产，100年之前也做过视频，大家可以回看。再比如呢，中央要求国有金融部门支持债务化解，并且呢发行了1万亿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帮助有困难的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啊，今年国家加大了对地方债、房地产等金融领域的反腐力度。据统计呢，金融系统省管级以上级别的干部已经有60多人，甚至一些地方金融反腐追赃的规模已经相当于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0%多。而在11月1号召开的5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高层对于金融问题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会议明确指出呢，当前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是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用最严厉的话语给各级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最后啊，在经济方面，
最近中央政府也是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稳定经济，稳定实体信心。今年8月份，中央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合并赤字9990亿元，同比多增2240亿元。从那时起中央财政就显示出了积极的扩张态势。等到了10月份呢，国家又罕见的决定将今年财政赤字率从3%提升到3.8%，增发1万亿国债来刺激经济。总而言之呢，最近国家的一系列大动作呢，都表明中美的金融博弈到了最吃劲儿的时候，需要我们拿出100%的劲头来应对。像去年很多人判断的，我们不需要做出什么，美国人自己加息就会把自己加崩溃的轻松结局并不会出现。现实的情况是在房地产狂热和泡沫的支撑之下，美国经济还会坚挺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美国人势必会抓住窗口向我们展开金融攻势，而我们也必须客观地承认当前美攻中守、美强中弱的态势。不过呢，这个形势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经济总有周期，泡沫也总会破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坚定守住，我们就能够等到反击的那一天。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